很多人对空姐的印象应该仅仅停留在食品发放、安排座位，甚至是上下飞机时给予的一个简单微笑。但事实上，航空公司对于空姐们的要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所有的空乘人员在执行飞行任务之前，都必须要先经过严格的培训。但如果你想为新加坡航空效力，那这个难度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新加坡航空拥有全行业最长的培训时间，整整15周的培训课程，而且新加坡航空对着装制服的要求也比其他航空公司更为严格。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姐制服是典型的娘惹服饰，叫做沙龙卡巴亚。卡巴亚是指修身的刺绣上衣，而沙龙则是布制的长裙。而在培训过程中，空姐们必须学习如何以最优雅的方式，在如此优雅的制服中顺利地滑下紧急滑梯。如果你是男性，恭喜你，加入新加坡航空能获得一套相对实用的西装，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除此之外，新加坡航空的专业造型师还会根据每一位空姐的脸型和发量，决定他们的发型和头发的长度。之后，空姐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空姐们的每个发髻的厚度必须介于6.5厘米和7厘米之间，而在妆容上不能太寡淡，也不能浓妆艳抹，更不允许出现眼袋和黑眼圈的痕迹。对于这个培训内容，别以为你是空少就可以蒙混过关。在新加坡航空的培训里，男性空乘也需要对化妆知识了如指掌，这样他们才能在必要的时候提醒女同事修复她们的妆容。这样的培训一定对治疗强迫症很有帮助。很难想象，对空乘人员的培训还包含应对恶劣情况的训练，包括劫机、紧急降落，甚至在水中求生。被困丛林可能是大部分人并不怎么担心的极端场景，但相应的训练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南美洲 TAM 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培训中。没错，他们的空乘训练里有一项就是亚马逊的生存课程，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在野外进行的实践课程。在这个课程里，空乘人员将学习如何使用飞机碎片制作一个临时洗手间，因为在他们看来，被困在野外的丛林时，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卫生间。除此之外，空姐们还需要练习使用信号枪，以便在合适的时机迅速求救。而这个户外训练中最难的部分其实是烟雾迷宫，学员们必须通过团队合作来完成这个迷宫。烟雾迷宫模仿的是飞机遭受意外的特殊场景，训练目的是为了让空姐拥有在丛林中救援乘客的能力。如果你有搭乘飞机的经验，想必一定知道要把大件行李塞进飞机行李架到底有多困难。但大家能想象把自己塞进去是什么感觉吗？这个听起来相当奇葩的规定，正是昆明航空的空姐们入职前必须经历的一种荒诞考核。而且这样的不成文考核方式持续了整整5年时间，直到被媒体曝光后才停止。这个考核的具体内容就是空姐在完成了飞行服务后，由男同事将他们强行塞进头顶的储物柜。如果你抵制这种粗暴的对待方式，那就会被贴上不合作的标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件在这个航空公司内发生过不止一次，而且很多人还曾经联名向上级汇报，但始终没有得到昆明航空的重视。最后这种奇葩的规定被揭露出来，激起了网友们的愤怒，昆明航空才为此道歉，承诺惩罚所有参与者，并把这样的考核内容撤出体系。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空姐，有时候不得不面对一些举止粗鲁的乘客，为了让员工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候更游刃有余，香港航空决定在工作人员的训练课程中加入功夫元素。在香港航空，所有的空乘人员都必须学习咏春拳。咏春拳是武术传奇人物李小龙和叶问都擅长的拳法，这种特殊的拳法以锐利的动作而著名，特别适合近距离的格斗。在飞机的机舱里，空间有限，毫无疑问非常适合咏春拳发挥，可以让使用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制服对方。这个课程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很多空乘人员都亲测有效，表示学习咏春拳在工作中非常有用。有些空姐还发现，学习了咏春之后，他们的力量得到提升，让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应对各种情况。众所周知，航空公司对空姐都有一定的身高要求，通常情况下，空乘人员的身高应该在 1.58 米到 1.88 米之间。
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各种工作要求，而且在机舱内穿行时也不会感到困扰。除了身高之外，许多航空公司甚至对空姐手臂伸展后的长度也有要求。空姐们需要在不穿鞋的情况下，展长度至少为 2.1 米。也就是说，当你赤脚站立时，手臂完全伸展过头顶，从地板到手指间的长度应该至少为 2.1 米。只有这样才能在必要时帮助乘客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除此之外，大多数航空公司对空乘都有 BIM 指数要求。就比如1年前，印度航空就给3500人机组中的600人发送了警告信，要求他们在6个月内完成减肥，否则他们可能会因为 BIM 指数过高而丢掉工作。大多数工作都有一定的着装要求和仪容要求，但很明显，空乘人员在如何打扮自己以及穿着方面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说，美国航空规定，空乘人员的鼻孔里和腋下不能有明显的毛发。夏威夷航空要求空姐的指甲长度不能超过指尖的1/8英寸，也就是3毫米长。还有，美国联合航空对空乘人员的面部毛发非常反感，几乎不允许有任何类型的面部毛发。如果你有留胡子的习惯，那它长度不能超过你嘴角下方1/4英寸，也就是大概6毫米。捷克航空则要求你的皮肤没有疤痕和瑕疵，纹身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想纹在腕部或者脚踝等容易暴露的位置，那是绝对禁止的。成为一名空乘人员需要长时间离家，因此很多空乘人员大多都难以拥有正常的社交和圆满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在卡塔尔航空公司工作。因为如果你想加入这个公司，先决条件就是单身，从源头就给你切断了家庭生活的烦恼。而且这还不够，当你正式加入公司后，你还得保持单身至少5年。如果你在这期间想结婚，那必须得向老板做特殊申请，获得航空公司高层的同意才行。由于医生不建议孕妇在怀孕期间飞行，所以很多航空公司都会为怀孕的空乘人员安排地勤工作。但如果你所在航空公司是卡塔尔航空，那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你必须立即通知公司，然后他们就会立即解雇你。这听起来像是玩笑话，但的确是真的。所以说，如果你有结婚生子的打算，那还是不要考虑在卡塔尔航空找工作吧。这批在成都东方航空旅游学院接受训练的空姐可谓是真正的空中勇士。这帮精英中的精英需要做到其他航空公司空姐都不用做的事情，比如精通肉搏战技巧，学习军用级别的武术，甚至是生存训练，以防飞机在离文明地区遥远的地方坠毁。他们既是空姐，也是真正的铁娘子。当你登机时一眼望去，这些铁娘子们跟普通的空乘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的微笑优雅，举止得体。但是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们绝对是第一个冲上去解决问题的，因为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就是及时应对潜在的威胁。与此同时，反应速度也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修炼课题，以便在发生危害之前迅速阻挡或消除潜在危险。在中国，空乘员的工作备受尊重，大家都挤破头想在航空公司拥有一席之地。僧多粥少的情况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航空公司可以提出各种奇葩的要求。中国南方航空就曾与一个模特公司合作，在青岛举办一场比基尼大赛。消息刚发布后，就有超过100位女性报名参加。比基尼大赛的参赛者年龄不能超过25岁，不能有明显的疤痕，声音要甜美，举止要优雅，身材要苗条。他们的身高也要至少达到 1.65 米，但如果其他条件十分优秀，航空公司也会酌情考虑降低要求。除了穿着比基尼展示自己，这些参赛者还要穿上正式的空乘制服，展示他们在岗位上的形象。当然了，比赛中也有才艺展示和模拟对话的项目，毕竟高情商也是空乘人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